这一队有请。男嘉宾周先生，33岁，来自湖南主管；女嘉宾何女士，30岁，来自湖南无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大学同学是吧？同校不同班。你说结婚很快就怀孕了是吧？是的。之后你就不工作了是吧？对。今年宝宝几岁了3岁半了。男宝女宝？男孩子。从妈妈开始怀孕怀宝宝，两个人的情感就开始不太好了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好，谁先说？他没事就总是围着我吵嘛，他的世界里可能就只有他的孩子和我了。然后我工作又忙，然后他就总是抱怨嘛。你觉得都是我的问题是吧？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，又辛苦，你又不理解我，回来一句话也不愿意和我说，我就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们。其实不是这样的嘛，因为怎么就不是这样了？确实我工作升职了以后嘛，越来越忙，早上7、8点钟出去，有时候晚上又到11、12点钟，到家之后就确实也很累，沙发上一躺。其实也是想陪他们，但是我是怎么想的呢？到家先躺半个小时吧，我先休息半个小时。但是我一躺下去，他就非得把我拉起来。所以在男生这儿还觉得自己委屈呢，是吧？孩子，父亲也很重要啊，对吧？你一回来吃了饭，然后就往沙发上面一躺，玩手机，全程就不管不顾我们两个。我重申一下，我并不是在玩手机。做销售嘛，有时候客户找你真的是不分时间的找你，没办法，有的时候回一下消息，回个电话。我觉得你宁愿出去玩，也不愿意在家陪我们，因为有一个事情你知道吧？就是他说今天晚上可能要回来的晚一点，要应酬，我就说你12点钟就回来，他说尽量吧。但是呢，当时他就玩到将近2、3点钟才回来的，没过几天。我就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，那天晚上是去酒吧泡吧去了，然后还吃夜宵，全程都是他买的单。那一晚上他就花了2、3千块钱。我觉得他就是宁愿出去陪同学玩，或者以各种借口说去陪客户吃饭。我觉得他就是不想回来陪我和儿子。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，他刚刚说请朋友出去泡吧，我其实心里并不是那么想去，没办法，我是做2手车的，有2个同学他想换车，就有2台车会要卖给我，然后我还可以卖2台车出去，就会有4个单成交。当天晚上正好到了我店里聊起来，然后说好久没出去聚一下了，就出去玩一下。你就是想出去玩吗？然后的话，我老婆比较小气一点，她也可能担心。现在变成我的问题了，真的是搞笑。我就没跟他讲实话，我就说跟客户吃饭去了，但是后来又被他知道了，所以我跟你说这事儿不用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解释和争辩了嘛，咱们再说其他的问题，还有其他的问题吗？其他的问题的话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我觉得他不停的找我吵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想把家里的这个财政权掌握在他手上。那你们家现在财是谁管？现在是我管。我一定要管，因为我没安全感呀。其实之前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之前我们感情都是一直都挺好的。我虽然是拿份死工资吧，但是我们2个人加起来也有1万多块钱1个月。然后的话就凭自己的努力买了房子，买了车子，搞了装修，结婚也都是自己操办的，基本上没找家里要什么东西。当时日子都过得还算滋润吧。后来怀小孩之后，他就有先兆流产，就不能去上班了，在家里好好休息嘛。然后他就加了宝妈群，每天就拿着手机在那群里面就跟别人聊天嘛。宝妈群还能干点什么呢？就是研究买这个买那个。怎么就不能干嘛了？可以了解小孩子啊。就喜欢跟别人攀比买东西，小孩子都不知道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，就恨不得把男孩子女孩子东西都买齐了。婴儿车他一买就要买个3000多的婴儿车，当时来说的话他已经辞职在家里休息了，剩下我一个人，然后要还着房贷还车贷，生活还要开销，小孩子出生还要准备很多钱是吧？他买一个婴儿车要花3000块钱，我就真的觉得没什么很大的必要嘛。明白了。男生是说他花钱大手大脚，你不放心他，所以钱是你管的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，是的。你直接说不就得了吗？不止一个婴儿车的问题啊，还那个小婴儿床，因为我听朋友他们都说这种婴儿床确实没用，又花了1、2千块钱把它买回来，一直到现在那个床放到那里，一直都还没有用过。那第一次当妈妈，那肯定很多东西也不怎么熟悉不？那觉得肯定都想把最好的，所有的都买齐嘛，对吧？没生孩子之前谁管钱？他管。那个时候你怎么放心他管钱的呢？因为我们有房贷、车贷，装修也是贷款，然后还还信用卡，就很多账单，他记性又不是那么好，心比较大一点，我就怕他弄不好嘛。
还是你不信其实任我吗？也并不是没给他管过，我就给他管了1个月。管了1结果个月。那1个月，你看他是什么情况了？车贷忘记还了，装修贷款忘记还了。那我不都说是个意外了吗？搞得我都逾期了。这个征信记录现在是很重要的嘛，搞得我都逾期了。因为我是第一次管钱，之前又没管过，知道吗？所以也不是很熟悉。就好像你去上班一样的，那老板还会给3个月试用期给你呢。现在是不是把钱给你管了，其他问题你都不管了？说嘛。有些要管的肯定还是要管不。我要买什么东西啊，他就总是在那里啰里吧嗦，钱买贵了怎么样？所以你看，一个人在家里带娃是吧？然后呢，想买什么东西又买不了，老公这个人又天天见不着，要不然见点钱也行，啥都没有，你说谁愿意？是不是？是啊，傻。你是说你傻呀？对呀，你要想嘛，工资卡什么都在他手上，发了工资都是他拿着嘛，你发了多少我也不知道。知道了。孩子3岁半了是吧？对。应该可以上幼儿园了对吧？9月1号。这付出工作好了。他就是不想出去。因为我也有几年没上班了，知道吗？可能也没底气吧。还有点害怕。对啊。重新面对。而且主要是我，儿子因为本身就是我一个人带的，他上幼儿园肯定我多多少少肯定还是会担心的，因为他毕竟上班很忙，他又没时间管孩子。那你说我去上班，那谁来管孩子？他可能刚开始入园的时候，他可能会不适应，对吧？也会有生病，对，感冒这些情况你想到了吗？对，这些问题你解答一下。我就是觉得他还是应该就要去上班。不是，你解答一下他刚才那些问题，解决一下那些问题。就是上班之后谁送？我送吗？谁接？肯定是我送。谁送？我送吗？我接吗？我接吗 ？OK。上班去吧。我觉得他就是不爱我了，就嫌我烦，恨不得马上我出去。你们俩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到了什么状态了？也是这么闹呢，还是？对啊，嘴巴都气上火了。闹到什么程度了？我也跟他离婚了。对啊，他就动不动就喜欢把离婚挂在嘴边啊。上次也是一个小事情，他跟小孩看上鞋要500多，我说你有什么必要吗？买双500多的鞋子。那你赚的钱干嘛的了？我也想存点钱在那里嘛。他就为了买双鞋子500块钱又跟我吵，好吵完了他又回娘家，还说我不去接他。我回去2个星期，他就2、3天打个电话，要不就发个信息，那你吃饭了吗？孩子还好吗？然后就没下文了。那你回家不就是不想看到我吗？问题是你一点态度都没有啊！我没看到你的态度啊！他又怪我不去接他，我1个星期有时候一天假都没有，有时候就休那么1天，他娘家也挺远的。来，借口。再问个问题啊，他问你一个问题，说你挣了那么多钱，你干嘛去了？我没干嘛，钱因为要还装修贷。你每个月这个家里面硬支出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他不知道。知道。那你说个数是多少？你说。数啊。数。我说了，他不知道。那我知道要还信用卡呀，还知道要。不是，我问你，你们家每个月一睁开眼睛，数字我不知道。那你就是不知道嘛？那是因为他没让我管钱呀。所以看见没有，这就是刚才其实一个问题，咱们往这儿一摆就能看出很多问题来，你类推就行了。先生，你也不要委屈啊。我为什么给你举这个例子？包括幼儿园的问题也是这样的，很多夫妻在这个阶段都会有争吵。那大家要解决问题，你不能光吵啊。问你每次跟他沟通，每次让他多陪一下我，陪一下儿子，他都不愿意。他要不就是做脸色啊，要不就睡觉，要不就玩手机。所以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比如说，能还是不能？他不能。我现在事业是处在上升期嘛。好，你那就是不能嘛。第二，你想要你和孩子的陪伴，陪伴的标准是1周多长时间？我跟他说过，要不然他我说半个小时也可以啊，行，他都做不到。每天半个小时。对呀。问你每天陪半个小时能不能陪，能不能做到？半个小时啊，可以。完了吗？接着问，如果每天陪半个小时，由此带来的收入下降50%，你接受吗？他接受不了。让人回答。你们夫妻俩真是一对儿，你看见没有？对啊。你能接受吗？所以才在一起嘛。你能接受吗？半个小时也不会降低50%吧？这太夸张了。不夸张啊？夸张。真的不夸张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。我跟你讲，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根本就没忙自己的事情，看抖音呀，看今日头条啊，就搞这事情。那是偶尔1次被你看到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所以让你解决呀。你看，我也不是你老公，我咋给你解决呢？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比特问卷。我现在问你。
长得真的是太快，不是说人家妈妈有，我们就要有。我们要给孩子最好的生活，是指我们要给孩子我们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最好的生活，不要给自己和你先生太大的压力，你要多去体谅他。这是给你的3个建议。说到这位先生，我们知道很多成功的男士，无论我再忙，每天我要拿出一定的时间跟我的爱人去沟通，他天天就对着个孩子，一个娃4面墙，什么也没有。所以需要你去打开他的心结，他就不会今天这样跑到我们这里来诉苦。你要给他多的体谅和温暖。第2点，你自己承受的这些压力他都不知道，不知道你的贷款到底有多少，房贷、车贷、什么装修贷等等等等。所以他当然理所应当的觉得你这个月赚了这些钱，我就应该去买这个婴儿车呀，我就应该给宝宝买这双鞋呀。所以压力要共担，好好回去过日子，好好爱你们的宝贝。好好的、幸福的继续生活，祝福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左岩老师。你现在为什么会那么害怕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什么都需要这个男人给，你的爱要这个男人给，陪伴要这个男人给，钱要这个男人给，对未来的安全要这个男人给，一切的一切你都需要这个男人给。你把自己的安全拱手相让了。家庭主妇不是说你在家里面照顾孩子、做做饭就好了。他要推动和主导这个家庭的发展，不是说管钱就主导了。我们这个家未来应该怎么样？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全家出去旅行一趟？这一周我们应该安排一个什么事儿来过家庭日？这都是应该家庭主妇来推导和引导的。你的这些智慧呢，你不要只是放在你不陪我这件事情上。至于男人，一个男人因为事业和赚钱而不陪家人，这究竟是有责任感还是没有责任感？一个男人最有本事不是让妻儿过上有钱富足日子，一个男人最有本事是让妻儿过上不害怕的日子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来，严老师，你很累，在家带孩子一天，孩子可能今天也不乖。你大概认为在外面挣点钱是很容易的事儿，他大概认为在家里带孩子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你现在除了带孩子，你还会干点什么吗？想不出来。你说你不安全，想要管他的钱。一个男人如果为了干点别的事儿，藏点钱，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？交给你的是一个数字，藏起来的是一个数字。管钱会有安全感吗？善良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胃，功利的女人管住男人的钱，聪明的女人管住自己的自尊。其实你想尽办法想说的一点就是，我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一如既往的像当初一样爱我？那你就应该展示你自己。其实你有一个很好的帮手，就是你的孩子。你每天会在微信朋友圈或者是给他的微信当中发孩子的照片吗？发。会发他的视频吗？发。发的多不多？多。每天都发吗？也不是。我的妻子每天都发，时不时的提醒你有一个家，有个老婆，有个孩子在家里，而且我把孩子照顾得不错，这就是一种简单的互动。你要让别人喜欢你，你得展示自己的价值在哪儿，你得告诉他这个家我料理得不错，有一些非常简单的行为，
你就可以让他意识到我是个有家的人，我是家里面有2个人在等我的男人，你应该展示。但是你展示的都是什么？我不信任你啊，赶紧把钱交上来。我想请问你一天到晚把一个人当贼一样，请问他愿意回家吗？他愿意跟你对话吗？是，带孩子是很辛苦，一个人带孩子尤其辛苦，那能怎么样呢？家庭得有基本分工吧，一个赚钱养家，一个在家带孩子吧，要不然你们俩换换。对于男生来说，女人不能以我带了孩子为由，而处处既要让你在外面挣钱，又要回家陪伴，但你也是一样的。你不能因为说我工作繁忙，所以我可以堂而皇之的不回家。挣钱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最后在一起。虽然买500块钱的鞋给孩子很奢侈，但是你对于他应该更多的给予一些经济上的信任。我每个月自动自觉给我老婆的支付宝里面充钱的，我根本不需要她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认为她如果要到哪天说老公我支付宝里没钱了，她又没挣钱，她像我这样要的时候，她会很不好意思。我不想让她不好意思，甚至我连信用卡的附属卡我都不给她办，我给她办张独立的卡，她自己刷自己的，虽然是我在还，但我不想让她听见附属卡这3个字，因为一个没有挣钱的女人在家带孩子伸手要内心的笑。你要管破产了怎么办呀？祝你们开心吧！来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老婆，其实我也知道你特别的不容易，我还是很爱你的，特别的爱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那么可爱。真的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但是也请你理解我，我以后一定会多抽时间出来陪你们，相信我能做到的。我也不是说一定要找你闹啊，每天作啊，我就是觉得你应该多陪陪我，多陪陪孩子，然后多理解一下我，不要总是对我各种不耐烦。唉，行，谢谢你们，请回吧。细想起来真不容易啊！来，请关门，我们看看交不交财产吧。请开门。